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迹象越来越多，他的人马接连被抓，与美国关税谈判的风格陡变，像极了胡温时期。不少观察人士认为，目前北京的局势相当诡异。过去10多年定于一尊的体制，似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关于中共权力格局将在4中全会上出现突变的传闻也甚嚣尘上。那么内情到底如何呢？习近平权力是否已经空心化？多方信号显示，中共内部正酝酿一场政治风暴，4中全会或成为决定习近平命运的关键节点。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5月22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社交 X 上发布重磅爆料，指中共中央4中全会将于8月27号至30号在北京举行。不过，反共网红蒋网正在 X 上爆料说，4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10月13号至16号。上述2位爆料人都曾多次提前准确披露过中共内部高层官员落马的消息。虽然2位爆料人在会议时间点上有所出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中共内部就会议召开与议程安排已达成共识。按照中共过去的惯例，4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部署未来的高层人士，最敏感的当然就是接班人问题，甚至也有可能直接换最高领导人。本应在去年10月召开中共20届4中全会，拖延至今的主要原因，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内部未就习近平是否连任或接班人选等问题达成一致。蔡慎坤在贴文中说，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做出妥协。他在本次会议上会不会放权、让权、交权，以及中国未来的政经走向，3个月后就见分晓。继之前习近平的军中亲信，包括苗华和卫东等人接连被抓，警界的习家军也开始落马。5月21号，中共官宣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长叶寒冰被抓，正在接受调查。今年60岁的叶寒冰是2025年首位落马的警界高官，他在浙江公安系统工作31年，历任温州市公安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经历全云会案和温州动车事故。2018年跨省任四川公安厅厅长和省委副书记。叶寒冰还是枫桥经验的早期研究者，与习近平推广的基层治理理念高度契合。叶寒冰作为习近平之江新军的重要一员，其落马震动政坛，也显示习近平对公安系统的控制力正在削弱。5月20号，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习近平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的指示，强调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这与2020年“十四五”规划时的措辞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习近平仅提及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未涉及3个决策。而这3个决策正是胡锦涛与温家宝时期的重要执政理念，多次出现在2003年至2012年的政策文件中。这样的变化其实在去年7月中共3中全会习近平中风传闻后就已现端倪。2024年8月10号，中共军报军网在要闻一栏刊登文章，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明确反对一言堂和个人独断，强调军队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和习近平19大后的一尊路线背道而驰，显示胡温时期语境正在回归。5月15号，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5·4青年交流会在北京召开，而这也是过去几年少有的。这些迹象均显示团派势力抬头，胡温控局的痕迹明显。5月19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公开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在哈佛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往事，并附带其照片，质疑美国为何资助独裁者的子女。据悉，此照片出自2022年美国议员哈兹勒在国会介绍防止中国共产党
渗透高等教育法案时所使用的照片。哈兹勒明确指出，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目前仍居住在美国。该法案建议禁止给予中共高官子女签证。加巴德作为情报总监，其公开贴文有着重要的政治意涵。时评人李牧阳认为，此举暗示习近平权力动摇，否则美国情报界不会冒险轻易挑衅。这和新加坡前第一夫人何晶日前公开批评习近平是黑社会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进一步佐证了国际社会对习权力衰退的判断。此外，2024年8月，时任拜登安全顾问苏利文在访华时特别要求与中共军委副书记张又侠会面。外界普遍认为，这显示美方可能知道是张又侠在掌控军权，而不是习近平。5月20号，中共公安部长王小洪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紧急会议，但中共官媒的报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甚至中共公安部网站的报道都没有提及王小洪。在习近平失权的传闻甚嚣尘上的时候，这一异常现象显示王小洪的地位可能也受到影响。据姜网正爆料，四中全会将追究王小洪治安管理不力的责任。王小洪的国务委员、公安部长的权力可能会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就需要任命。众所周知，王小洪是习近平安插在警界的刀把子，如果对他进行追责，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矛头直指习近平。近日，网络热传哈尔滨工业大学6日3名外籍留学生以取消住宿补贴、奖学金缩水为由发起罢课，要求恢复超国民待遇。然而，哈尔滨工业大学校方次日即发布通报，所有参与罢课者48小时内遣返，其中37人因伪造奖学金材料被追责，另以学术不达标为由清退96名外籍学生。此外，哈工大还将留学生的单人间宿舍改为4人间，引发网络一片叫好声。外国留学生，特别是非洲学生的超国民待遇，是习近平上台后推行的政策。哈工大此举或预示了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若其他高校跟进，将进一步削弱习近平的政策影响力。四中全会的召开，无论在8月还是10月，均显示中共内部已为重大变动做好了准备。未来数月，中共政局或将迎来建政以来最关键的转折。旅居英国的中医大夫舒荣对周易研究很深，他在2023年年末已推算到习近平在2024年会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不会下台。而到2025年，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他会失去权力，取代他的人很可能是体制内的人，这个人会开始清除共产主义因素。早年在大陆传媒业工作的艾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内部各派都在等待临界点，中共只有瓦解解体一条路，它不存在改良。后续如何，我们将持续为你追踪。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